我们恋爱2年，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非常用心，时间长了之后，我发现他只顾着他自己。我俩异地的情况明明就是他造成的，可异地后却开始挑我的毛病，我真的很被动，我连一点私人空间也没有。异地的时候，他态度忽冷忽热，经常应酬到很晚，还骗我。我感觉他不是很爱我了，是我太敏感了吗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宋21岁，来自山西驰援，有请。小文22岁，来自山西驰援，有请。咋了？谁说？我说吧。我们是大学时候认识的，是同学，然后经历了4个月的异地，然后中间就发现了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是他追的我，他追我那段时间和现在就感觉就不一样，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把我追到手之后，就不珍惜了。就没听明白，你们俩是大学同学？对，我俩是大学同学，今年是毕业了。在校期间谈了多久？谈了1年，然后就毕业了。对，毕业之后中间有4个月的异地。对，我回我家，他在那个我们一起上学那个城市。哦，好，异地4个月之后，两个人又4个月之后我又来这个城市来工作了，然后异地的中间发生了很多小问题，他有时候会骗我啊，然后来了之后他就嫌我比异地的时候还要麻烦了。哦，这听明白了，其实就是谈了1年恋爱。异地4个月之后，两个人发现感情有点变味儿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，臭小子？我是觉得吧，就是异地之前都挺好好的，在学校。对对。然后毕业之后不就异地了吗？他回他家了，他是大同的嘛，他说他可以来太原工作，但是他非要想回去实习嘛，然后他就回去实习。我说异地就一天异地吧。他回他家之后，每天就各种不信任我，每天非得给他证明看。那还不是因为他在异地的刚开始之后，我有时候会来找他，我就发现了一些他会骗我一些事情。你跟主持人说打火机怎么回事？打火机？什么打火机啊？就你去酒吧打火机。我去酒吧找我一个朋友去要钱去了。但是那个打火机是我跟他来了之后来找他来，正好一个朋友吃饭，和他朋友一块吃饭，我就发现他有一个新的打火机，打火机上面写的是那个酒吧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我说你怎么有新的打火机？你又没去这些地方。我就问他，那个饭局上问他，然后他朋友正好看到了，就说哎，这个打火机是我的，特别自然而然的给他掩饰过去，我特别明显。然后当时我就没有戳穿他，我就给他点面子，我说那好吧，就这样。然后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跟他说我到底怎么回事，然后他最后才跟我解释说哦，我就是去酒吧了。我生气的点是他没有告诉我，他骗了我这个事情。去了酒吧之后就没有跟我说。你不介意他去酒吧，介意他不告诉你？我介意他去酒吧，更介意的是他去酒吧又没有告诉我。好。那天晚了他睡了，我就没告诉他，我就直接去了。没汇报是吧？不，他是当天没汇报，是第2天跟我说一声，说我去酒吧那么晚上去酒吧，我觉得也不太好啊。酒吧好多异性什么的，会认识好多不同的人，我就觉得很担心他，他也没跟我说，是我后来发现的。好，第一件事儿，第2件事呢？第2件事是我第2次来的时候来找过他2次，异地4个月，然后他就跟我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，他有时候说话我就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，就那些小事就。他说啥了？就比如说我跟他去逛了个商场，然后突然碰见一家密室，因为这家密室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过，了解里面一些情况，我就跟他讲一下密室里面这些情况，之后他就问我你去没去玩这个密室，我就开玩笑说的我去玩了。去玩之后他就特别生气，他就很介意我去玩密室。是他本来他就喜欢玩这个密室，我们俩之前也去玩过，密室里面有很多异性，他还说他去了，我就特别生气，就是又感觉是骗我的感觉。不，你到底去没去啊？我是没去，我开玩笑似的跟他说我去了。就是他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开玩笑。可是他去密室玩也没什么呀，这个世界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啊。还是没跟我说呀。他走在马路上，那不是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吗？说完密室那个事情之后，我就让他发了个朋友圈，因为我们好长时间不见面，异地了之后，我说你发一个咱们秀恩爱的朋友圈吧，然后他就发了，发了之后我就发现他那个朋友圈里面有屏蔽的人的分组，里面包括他的前女友，还有一些异性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说你跟我在一块为什么还屏蔽他们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些异性都是我上学期间认识的，那都好久没联系了。我发朋友圈后没有说刻意分组呀。你告诉我呀，你告诉我说把他们拉出来呀。我自己都忘了。你忘了，但是我就以为是你
给他们留机会，以后还要联系他们，我就会多想呀。哎呀，这女孩子心思比较细密啊，而且我还从她那个分组里面发现有一个异性，他还跟他聊过天，聊过天之后，他就把那个聊天记录删掉了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们异地的时候，微信上拍摄的视频，他就会自动保存在手机上。但是他没删那个视频在手机相册里，他只是把微信记录删了。我说你恶心谁呢？你就要删就都删了，为什么还留下来让我发现了就？就是他这点细心我都没想到，我就是发了个微信，里面有个视频，忘了删视频了。现在学会了。你看他还是说忘了删视频，说明还是有事。我那个异性呢，我就跟他好久没联系过了。我不是说刻意要跟他删聊天记录的，不是，是他先评论人家朋友圈，他朋友圈发了一个说喝酒谁来找我，他就给他评论说喝酒怎么不叫我，然后那个女生才跟他聊天的，然后又开始删聊天记录这些。我就那天晚上挺无聊的，我就评论了一下之后，他叫我出去，我也没出去啊。那你因为下雨才没出去，他给发那个视频是外面下雨的视频。还是因为有原因才没出去，如果不下雨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出去了？不是，如果想出去下刀子，他不也出去了吗？对呀，但是他把记录删掉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到底出去还是没出去。反正他就各种怀疑我，各种不信任我。因为我们异地就是好像现在见不到，我又不知道你到底心里面有没有我，我就感觉不到你对我到底爱不爱，而且你那么长时间都骗我。我怎么没你？我身上带的什么钱包里、手机上都是你的照片，不是主持人，你看一下。啊，这手机照片，然后身份证后面都是他照片，然后这还有他给我的约法3章，有自己女朋友的1寸证件照啊，手机，这代表我是有女朋友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然后这是驾照哈，对，一张女友的照片，背后有谁写的字？其实我给他写的，我们要异地了之后，我给他写的约法3章。12点前回家。怕南瓜马车一变成一恶魔，你知道吗？12点前我回家，每天打电话视频，爱我想我。因为异地就见不到，我们给他就是能看见。我每天都带身上呀。但是你每天带上，他手机屏保也不是我呀，每天手机才会打开看的，他不可能每天打开驾驶证看吧？就是反正他总挑我这些小毛病，就是手机屏保不是你，他都要能说你半天。但是你平常就是会看手机，你手机屏幕都不是我。然后说起来这个，他不是给我约定3章12点必须到家嘛？就我不是刚毕业出来参加工作，然后第一次跟领导应酬的时候，我肯定说难免说喝点酒呀。12点之前没回到家，他一个电话是9点10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困得不行了，我马上就要睡着了，已经眼睛睁不开了。我想9点10点不可能睡觉呀，我就给他打视频过去，第一个视频直接挂断了，就是不接那种，第二个视频也挂断了，然后第3个视频才接起来，接起来一看他在 KTV 了。在喝酒呢，我当时特别生气，我说你骗我，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具体事情什么样的，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，我就很生气。而他最后也是估计是喝完酒了才给我回的电话跟我解释。行，知道了，我来问问男生，你打内心里面是不是觉得他管你管得特严？对，他一直管我就特别心烦，特别累，每天。啊，你说他都怎么管着你？就比如说上次每天12点之前回家必须视频，开上灯对着我，然后对着家照一圈，我在家。家为什么要照一圈呢？因为他不相信我在家，他就得看清楚整个是我的家才行。因为他自从上次骗我之后，我就觉得他有可能说他在家，他其实不在家，就骗我说在家。因为打开视频是黑乎乎的一片，我就觉得你要给我证明一下，也就1-2秒钟的事情。这4个月哈，你看看对这爱情的冲击多大呀，一点都不相信了。不是还有一次上班特别累，在工作单位特别心烦嘛，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睡觉，因为人困，一躺床上就一下立马就能睡着，然后我就躺那睡着，他一个视频打过来了，那天正好我有点脾气嘛，我就说不接，我说就不开灯，他说不开就你永远别开了，之后就挂了。挂了之后，过了10来分钟，他又给我打了，然后我出于本能的，因为还是不想闹太僵，我就接了。接了之后开灯，他又要看帘子，又要看柜子里面，他生怕我藏人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。折腾了半天之后，我说我终于可以回到被窝里睡了吧。之后他过来了，你被窝里是不是还藏着人？反正特别不信任我。不是你确定今年你22岁啊？对。那是因为他之前就骗过我，他说他在家，其实他不在家。然后我说你就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。挂了之后，我以为他会赶上打过来跟我解释，结果没，我就给他打过去了。啊，所以才有刚才上来那段话，就是觉得男生
没有以前对你好了，对吧？对，感觉不到有安全感了，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、患得患失的感觉。这个我们怎么理解？忽冷忽热、患得患失。因为之前对我特别好，而且聊天什么的，我发一个字他就给我回好多条那，毕竟他追的我嘛。然后自从现在开始，他就回复一个哦，好的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去找他，我说我坐地铁去找你，他说哦行，然后后面是我要来了，然后他就回个哦，我说我到了，他想不想见我？见，然后高不高兴？高兴。有时候问他，我说想不想我？想，爱不爱我？爱，就说一个字，他就不能多说几句，我就感觉他根本没有以前那么对我。我应该怎么说？说呢，爱你，么么哒。那也得稍微多说一点呀，你就这样我就感觉不出来。我觉得一个字就挺简单明了的。而且咱们那么长时间不见面，你就这样说，我怎么高兴？我好像在跟机器人说话，自动回复都比你说的多。而且说我说哦见，就一个字。我觉得这不是啥，但他有说我。你就是和当时追我的时候感觉不一样。还有一次，他喜欢上网，我就陪他去了。然后他说你在旁边坐着等我吧，我说行。正好那天网吧人特别多，旁边那个座位是空座位，有人让我说你不要占空座位，我说行。我说跟他说，我说我到下面等你。我以为他肯定会赶快玩完之后就差不多让我等10分钟左右，结果他让我等了1个多小时，1个半小时之后他出来之后就说走吧，咱们走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那上网提前不是都是你说咱俩可以去上网，不是同意我去上网？对啊，我同意你上网，但是那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让我在外面等那么长时间呀。1个小时我觉得时间也不长吧，就上网1小时都陪不了我。我等你1个多小时，等你10几分钟就行了，你不要让我等1个多小时。10几分钟都能玩完游戏吗？那还是游戏比我重要呗。听懂了，这1个多小时煎熬啊，是吧，姑娘？对啊，我就在外面。这是一个什么男人哈？对啊，一点都不爱你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觉得不爱我。就这种男人一脚踹掉不就完了吗？你放了他吧。但是我又舍不得呀，肯定还是喜欢他。还是喜欢他。现在不是异地也结束了吗？但是异地结束之后，他就觉得我更麻烦了。至少异地时候啊，下了班以后，周末啊、周日还能去上网，还能去跟朋友们吃饭呀，偶尔喝点酒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到他来了之后了，下了班就是他，下了班就是他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么长时间不见，我就快赶着上厕所，他都快跟我一块儿一起了。我也费了好长时间才来的，结果我来了之后，你就那样对我，我不很委屈吗？等于现在你们俩一下班就在一起是吧？对。干嘛呢？就吃饭啥的就在一块。就逛，就各种逛。没有各自的社交吗？他在这儿就好像就我一个人，因为我不是本地人，只能来找他。所以你现在你的世界里都是他，对吧？差不多，因为我来这边就是主要就是来找他的，我就明显他感觉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没有之前那么对我有耐心了。以前的话，我过生日，他就会拼一个超级大那个城堡那种乐高，然后像以后的话就特别敷衍，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了。你送过啥？但是你就差别太大了呀，是你追的我呀。所以今天你要来解决什么问题，姑娘？就是我觉得他老把自己放在中心，而且有时候还欺骗我。我希望他能对我坦诚一点，就有些事情你可以跟我沟通。我替他跟你沟通沟通啊，能偶尔的去跟同事去一趟酒吧吗？我觉得不太好，为什么要去酒吧？对，能偶尔的跟这个好朋友上网打个游戏吗？这个可以。我生气的是他，因为把我晾在那儿好长时间。我以后每周都能有打游戏的时间吗？也可以，但是他得要有陪我的时间，因为我来这边的话，只能和他在一块儿那种。哦，还要谈吗？谈啊，还想谈？那人家提的条件能接受吗？这我希望他还是能改一改吧，就是能多和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或者多给我一点私人空间也行。哦，私人空间要多久啊？1个礼拜1、2天吧。能给吗？也可以，但是他有时候就不说实话，就是老欺骗我。那明白了。今天来的目的是啥？我想让他改一改，就是不要老就是以自己那么为中心。接下来我的问题又来了啊，就是我问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？我问了几次？问了挺多次。多少次？3、4次。哎呀，我真是不高兴，到底是3次还是4次啊？咱们这聊天时间也不长，你看看，一点都不尊重我。跟你聊个天，问你几个问题，而且重复性的发问，你都说不出来是问了几回，我真是觉得，
哎，你这个人真是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这怎么那么自我呀？我问你问题你都不记得吗？懵了吧，姑娘，心里肯定想这主持人有病吧？其实这要求挺无理的，对吧？聊天谁还记你提问啊？你的每一次回答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了，这你说的对吧？啊，所以人家说嘛，谈恋爱就像照镜子嘛。对方就是你的镜子嘛，你在说他自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你太自私了呢？是不是自己特别有成就感，姑娘？就是他每一次说谎，你都能发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上学的时候，他异性缘特别好，有好多女生追他，而且当初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他也不拒绝他们。我就不知道他是浪子回头了，还是对我真的是真爱，还是怎么样。我就很担心。那都是我在学校之前的，之前的话没认识他的时候，没对象的，别人问我要微信也可以给吧。那我也知道啊，知道之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也挺不靠谱，但是他对我也挺好，我就答应他。既然你知道他不靠谱，你干嘛还答应他呢？因为他当时我就感觉说，所以你是不是不相信他？对，还是不相信他。习惯性撒谎。但是初衷是习惯性撒谎吧？是，肯定下一句话，我的初衷是善意的谎言嘛。这话我们听多了，是这么想的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大胆的表现出来呢？我怕跟他说之后，他会不同意，会说我一些，所以要讨好，对吧？挺喜欢他的。那你通过了这小2年的恋爱，4个月的异地，你觉得讨好一个人能长久吗？你能一辈子讨好吗？不能。所以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真的发现他们的恋爱比中老年人恋爱谈的累多了。年轻人恋爱朝气蓬勃，应该有激情，怎么谈的跟一个监狱的狱警跟犯人一样啊？女孩，你觉得你是监狱的狱警还是犯人？狱警。对啊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常说一句话，可爱的姑娘小作怡情，但是大作可就伤情了。我发现你就一直在伤你的感情。如果你选择从你们家这个地方到了他所在的城市，你到底是因为他而去的，还是因为那个城市发展更好而去的？如果你就是奔着他而去的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有幸福。没有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奔着那个人投奔去了，然后自己没有一身本事还能得到幸福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得到他对你的尊重，得到他对你的爱，找本事呀，把工作做好。22岁既享受恋爱，更应该好好的去工作，这是你最好的青春年华。你天天跑去24小时跟他黏在一起，然后去逛街，他说你们下班去逛街。我身边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下班过后还在2次的进修，同样都是年轻人，你干嘛非黏着他身上呢？所以姑娘，我觉得你更应该做的是把自己打造得更好，让你自身具有吸引力，他才会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你现在才22岁，你把自己打造成我什么都不行，没你我就活不下去了，你不陪我逛街我没办法活，你干嘛呢？你在这儿卖苦呢。所以记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谈恋爱，先把目光回到自己身上，不要把人家抓得那么紧，不要把自己当作狱警，认为他就是一个犯人。同样对男孩来讲也是一样的。你刚刚说了一句话，你说我怕他不同意，所以我就撒谎。如果你真的怕他不同意，你就撒谎的话，你等于也是在破坏你的爱情。因为一次欺骗就会有次次欺骗，而且越欺骗你越会觉得不舒服。我相信你当初追他的时候一定是很舒服的，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很开心，很自然，聊天也很愉快，你没有聊不完的话。但现在为什么一个字的？因为不舒服了呀。你就告诉给他呀，如果你怕他不高兴而做出撒谎的事情，其实会让2个人都不高兴。所以2位，如果你们真的想谈恋爱，不要有任何怕，可以直接的告诉给对方，但千万记好，不要破坏别人自己的人身自由。谢谢小跑老师。一个打火机引发的恋爱侦察剧，我看到女生要求男生做的这些事情，我觉得特别的可笑。虽然曾经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也愿意这么做，但是翻回头来以过来人走过的路来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假的，姑娘。就你的照片，他下了节目就能拿出去。
写的保证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人家就不放在驾照里；你来的时候前一天，人家塞进去。你看，我有女朋友，我只要当着你的面儿，我这样，你不在我就另外一个样啊。所以姑娘，这些东西叫什么？这些东西只叫做表面现象。你用这些表面现象，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去拴住一个男人的心，怎么可能？况且一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，喜不喜欢你，他的这颗心不用靠拴的。你拴住他，他的人在你这儿，他心早飘到外面去了，有何意义呢？你一天24小时黏着他，你以为你看住他黏住他，他就能对你更好吗？不，他会更烦你的。而且我觉得你最傻的一点是在于，你在原则上有很大的问题，你拎不清最应该去计较的事情，你反而觉得啊，你告诉我，你解释就好了呀。最应该计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分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你居然说啊，那你告诉我那些都是你前面的同学或者女性朋友就好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了，就是我之前的女性朋友，但是我就是把他们分组了。你过得去吗？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。而那些什么去个网吧啦，陪领导喝个酒啦，晚回家几分钟啦，这些问题于他而言都是小事儿。你要清楚你的原则和底线在哪儿。你看都看不对。你问那个问题啊，你被窝里是不是藏人了？我想问一下你，他有多大的魅力能让一个女孩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藏起来？啊，我为了你心甘情愿把自己藏起来，好，你跟你女朋友视频吧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我听着都觉得可笑。他是谁呀？还有你说经常挂在嘴上一句话，是你追的我呀，是你追的我呀，什么意思？是你误会了吧？他追你就证明他要爱你爱得更多吗？在一起是靠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，一开始可能是始于颜值，但是相处到最后一定是各自魅力在吸引对方，而不是去紧紧抓住对方。如果你身上没有闪光点的话，你就会慢慢失去他，他会看到更多比你优秀的女孩子。如果你不把自己变得更优秀，你怎么样都留不住这个人。所以忙工作去吧，姑娘。你有那个时间，不如自己多去充充电，让自己变得优秀。不要再用这些无聊的侦查手段去看住一个男人，特别没有用。谢谢。哎呀，男生注意了啊！看看现在女性导师给女性提供的建议，都是努力工作。所以男生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工作呢？对吧，曲总？虽然你工作很努力，来，男生，你觉得是异地好呢，还是现在在一起好？我觉得在一起好。哎呦，好犹豫啊！是他主动来找你的，还是你让他过来找你的？我让他过来找我的。所以你认为在一起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以为在一起就好了。事实呢？事实在一起之后，我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有了，就挺累的，挺烦的。烦了就说出来，骗什么？你是在逃避。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赶紧把你解决掉，我就骗你了，哎，你信了，我就能玩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告诉你我要去玩，你管不着我，你为什么要侵入我的个人的时间呢？你为什么要管着我呢？就会无休无止的争吵，就会耽误你玩。所以这就是骗的目的，快速的解决战斗，然后快速的去玩。你想和他在一起吗？想。为什么当时追他呀？我那会儿就看着他的活泼可爱。现在活泼可爱吗？现在不了。不了。当一个男人说我下班回来全是他是一种烦恼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走了。情侣夫妻哪个不是下班之后全是他？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灾难的话，那不好意思，请说出来，不要躲，否则你就不对了。接下来你好好想，你爱这个女孩吗？有什么感受勇敢的说出来，爱不能捆绑。女生，你爱她吗？爱。没有，你不爱。回去要开灯视频，要翻床倒柜的去检测她是否藏有别人。你爱她吗？爱。可她在受到伤害，她快乐吗？不快乐。好好想想，你爱她吗？
如果爱，就好好的去爱，不要伤害。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我们今天好像把目标都聚焦在女孩儿身上啊，但我其实觉得男生的问题更大一点。如果我们忽略了女孩说的很多可笑的、天真的言论的话，我们会发现确实你撒了很多谎，而且你身边有帮你撒谎的朋友。你才21岁，才刚毕业，你已经学会用撒谎去解决问题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趋向。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可以用撒谎来获得很多东西，解决很多问题，然后他觉得说哇我好成功啊，你看所有的人都被我骗了，你看我能搞定一切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到30岁之后40岁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身边没有任何人相信你。我现在40岁，我认识有一些爱撒谎的朋友，你会发现他们40岁之后他们没朋友了，没有人跟他们合作，他拓展不开他任何的事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的时候他走捷径嘛。我不是说你现在是个坏人啊，我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你现在有这个趋向，我希望你跟他扭一扭，你不要再走下去了，那个路是不对的。确实谈恋爱没那么重要，喜欢不喜欢分手我烦，跟曲总说一样，你就说就完了。今天吵个架怎么了？吵架不会影响你的一生的，你习惯撒谎才会影响你的一生啊。这是对于你。至于对于你，我觉得以你现在这么下去，分手是必然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一天？因为他当时追你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你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谁变了呢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啊是个公主，你造了一个梦幻的小城堡，你就住那个城堡里面，有一个骑士从你那个城堡门口走过，一看哇公主好美啊，冲进城堡向公主求婚求爱。公主说好，那你跟我谈恋爱吧，但是你注意哦，从此以后你不能出我这个城堡哦。半年1年，骑士和公主在这个城堡里面幸福的生活。1年之后，那骑士看着外面，哎呀，外面阳光真好啊，我能不能出去啊？不行，外面有异性。那骑士说，我去杀一条龙行不行？不行，那是大母龙。你不让他出去，你认为这个人只要一出了城堡他就放飞了。你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你过家家，你需要有一个人永远的待在你这个城堡里面，但是那是梦里面的，那不是真实的。走到今天，你们2个年轻人都遇到了年轻这个阶段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所以啊，先不要想恋爱这个事情，想一想自己，想一想我现在我这个人，我这个生活的做法到底对不对？毕竟21、22，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啊。干嘛呢？就听着都累。就跟电视机前的很多年轻女性举一个例子，特有意思。就是悟空为什么每次出去的时候都要给唐僧画一个牢呢？这师傅没本事，这师傅心地太善了，能被妖精给弄走了，为了保护您就待在这儿。但是哪次唐僧同志就在里面待得老老实实的，不是看谁都往外卖吗？他爱你，他是发自内心的。如果他不发自内心了，你看得住吗？你个视频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对吧？放松下来，先学会成长，再去享受爱情啊！你们琢磨琢磨，好吧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希望你对我坦诚一点，不要骗我，然后我希望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一样好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走下去了。我觉得吧，咱们异地之前都挺好的，但是异地之后过来，你管的我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想你留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吧，然后我能陪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你也同样也要陪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。希望你能以后多信任我一点吧。哎，就是没那么喜欢了嘛，翻译过来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陆琪老师，预测一下。都出来。都出来。红不上，特别惨的结局，2人都出来。啊，为啥是特别惨的？
因为他们出来并不有利于他们更好的经营他们现在的爱情。来吧，看结局吧，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。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你说的我也会改的，然后我希望你不要骗我。我以后尽量给你安全感，尽量12点之前回家吧。永远不会变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